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狗头中单绝活哥的一个打法，还有他的出装符文搭配。出装上面的话，因为他是比较玩的，是因为是绝活哥嘛，打的比较顺风局，对吧？所以他是这种纯输出的装。但如果是普通玩家，如果打不好的话，千万不要这样子而是选择后面3个肉装，前面2件，比如说三项和那个焚天是可以的，但第3件的话看情况咯。如果需要做破盾的话，你也可以尝试先做破盾，然后后面2个再补一些防装，对吧？有一点坦度。这里的话。拿到个助攻，然后兵线也算初期吃到了，对面亚索玩的有点浪。像狗头玩中路就比较舒服一个点，就是兵线来得快呢。就算漏了1-2个，其实威胁也不会像上单那么难受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绝活哥的一个补兵的一个基本功还是玩很好的。这里对面亚索是卡了兵线，回家把这个铁板鞋做出来以后，这样前期会好打很多。但是这里面被卡住的话就非常恶心了。过来 Q 一个炮车，炮车的话前期还是尽量要吃到，因为是为数不多能更好的。这里准备5级，5级的话，如果对面血量不是很健康，其实有机会去吃掉对方的，可以一技能，对方也知道你要放技能。这里打野过来了，打野但好像抓不太死，对面闪现的话还交失误了，把对面的闪现骗出来也挺好。这里的话，赶紧的把兵线推进去。对方补完装备出来，你是没办法打的，所以尽量是利用这个大招，快点把兵线给推进去。这里的话 ，Q 留来补炮车。这里打野过来了，一个枯萎，对方跑都跑不掉。这里的话，盖伦过来准备大招，但好像这里的话不吃还没烫死，哈哈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中国有句老话是吧？但还好了，是拉克斯拿到人头，并不是对面 C 位，所以问题不大的。这里的话叫盖伦过来对线了，那这样的话更难，就是更限制不了狗头的发育了。
其实狗头在中路的优势就在于兵线来太快，只要他能把兵线清掉，对方就不会像上单那样难受呢。上单是那种，比如说你这波兵线到下一波兵线间隔太久了，中间能给对方来的那个什么操作的空间太大了。但中单不一样，你必须得清兵，你要么放弃兵线，然后你会发现啊，打着打着自家兵全没了，然后对面的小兵就一直在打你，所以一定是要那种能在清兵的过程中间隙中去做打出消耗。那狗头的话就稳住，然后稳住前几集，然后后续的话只要耀光做出来以后啊，是吧，控制自己的蓝量去吃线就行了。这里直接开大招，可以吃对面的，对面但好像被反杀了哦，没有，还是最后换掉了。盖伦这英雄大招的话，是你对他造成的越多伤害，他对你大招劈下来的时候伤害就越高。应该说是血量越低吧，不能说是造成的伤害越多。盖伦的话，其实现版本来说，自从那次加强以后，盖伦其实就是有点数值在里面，不然的话，高端局是掏不出来盖伦这种英雄的。有机会 P 一个，但好像 Q， 像打团的时候，狗头还是不要说留 Q 去 K 人头。尽量还是找机会打输出，有 Q 就 Q 出去，队友补伤害吃掉人头，这样最好。对面全是闪现，全跑了。那这里的话1换3，然后龙拿到了，那是赚的。这里的话必须得回家吗？20秒才有大招，但好像回去的话就来不及了，这里必须得快点。这里跟队友说上路吃一下兵线，这样不会拖节奏。对面2个来，但对面好像打不太过的，有大招，但唯独就是蓝量好像不太够，可能打着打着就没蓝去给 Q 了。这里再摊一波兵线，9后哥还是蛮贪的。然后可以看到8分钟已经370层了。枷锁是完全打不了的，现在的出了3项以后，就是那种有坦度又有那个输出，直接 Q 掉。就是狗头打架，只要 Q 叠起来以后，你就不用去衔接平那个，就利用走位，然后去用 Q 去打人就行了。这样的话也能保证能用 Q 技能去把对面直接吃掉。哦，这里有个传送，但下来是盖伦。盖伦的话，他想一心跑，应该是已经有闪现了。你想追是没那么好追，
除非他出来。后面有人的，这里喊队友过来。哦，这里的话一个 Q 收掉对面射手，接着闪现加疾跑。这里伤害好高哦，这个拉克斯。这样的话，拉克斯的 AOE 打得太满了，所以这局这个团的话是没办法打。对面拉克斯8个头，难怪会那么痛。哦，对面来小龙了，那这条龙的话可能没了，但只能说啊，把对面留下来也不是不行。直接来中路抓人，让对面掉点，然后直接吃大龙就好了。这局的光辉确实有点肥，一个辅助能打成这样子。这里队友冲的有点急，说实话。但这里有疾跑，开了大招，追着用 Q。这里的话好像不太能越了，因为对面射手复活了。找到野资源，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酒后哥啊锁人以后锁得挺准的，有时候就是你要玩好一些单体伤害高的英雄，你就要学会去很好的控制那个锁英雄的那个品类普攻键。这样的话，你技能才不会放错。对面没人的，都在下路，这个射手还不走，那就死了。哼，2个 Q， 还有金身，直接收掉。没大招的，把这个塔拆了，其实可以撤了。哦，这里的话直接来杀吗？直接越死了。3下，3个 Q 一个盖伦，这里进化解掉。如果刚刚吃那套技能的话，确实有可能瞬间把被那个拉克斯打残。这里的话，让队友往后撤，回去补一波状态，手上有5000块钱。那这样的回去直接做那个纯输出装，像这种大优势就完全没问题。如果说你只是军事或者说劣势的话，一定要做肉装啊，不然扛不住的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拉克斯2个就是一套技能就能秒掉。这里的话送了一手，回去以后直接做2套资源啊，2件大件。队友这边也送了一手。
哦，这样的话，对面应该可能在动小龙吗？这里有机会可以打起来，一个 Q， 2个 Q 收掉个人头。我天，这套我操，一个 Q 2000血，这就是比较暴力的这种玩法。亚索直接送，直接5杀到手。好，我们直接来看第2局。好，我们来看到第2局，一样还是红水晶出门。这局的话，好像是跟盖伦换了位置。走上路，这把还是血赚的，1级能跌到1个 Q。这里有个小技巧，就是卡住那个后排兵，然后把那个近战兵给 Q 掉，对方只能立刻跳出去，不然的话就要吃塔的伤害。这样的话还可以再卡一波兵线。打野过去了，但武器过去的话打不过了，帮不了了。因为前期的话没有太多的技能，而且 Q 伤害其实。在没有那个就是叠太多的时候，起码要300-400层之后才有一定的伤害，不然伤害特别低。像走边路的话，尽量要带这个传送啊，因为上线那些啊，是吧？没有中路那么舒服的。这里的话，尽量把整个兵线给推进去，不能让它完全卡在那，这样的话下一波兵线是完全补不了的。但这里面的话还是被卡了。这波兵线还是必须得推进去啊，不然是会被控在这个塔面前，不好打。等他大招，如果还敢追的话，可以直接开大招回头。
这里的话，把兵线推进去。不太好越，但可以越吗？但没有顶到，大招丢出去，炸死了。九筒的话想省大招，但最后一下被那个了，可惜。对面空大了，小鱼人嘛，两个都满血，其实这个时候的小鱼人其实没有太多的作用，但这里阿离过来了，就有点亏了。这里盖伦直接冲上去。给个沉默就好了。对方如果一直在这个阵里面的话，还是可以跟他打的，因为有减那个减魔抗。这里给个枯萎，但空了，一顶空了，对面直接交闪现了。这里直接一个 Q， 但没有闪现，有闪现的话就可以跟了，再接大招接 Q 就直接收掉了。这里利用大招抽一下塔皮，这里的话互换了资源。这里的话，给一个枯萎，大招炸一下，再盖人吃掉人头。这里一塔拿到，直接来推二塔，可以开大拆的。但队友那边一边只要有一边队友是欢乐的，另外一边就是难受的，是吧？这个定律是。这里面在那里讨论是谁点的那个投降没想到是辅助，最先受不了的是辅助。像机器人这种可能就是VN 都还没点呢，最难受的还没点呢，机器人点了，那看来这个 VN 估计就叫机器人是那种不喜欢玩逆风那种的，可能是。对方在吃掉这个，这炸的话有点歪啊，给个枯萎，对方没法跑的，一技能对面不进圈里。那这里的话，其实虽然说人头是落后的，但其实是优势啊。因为VN 落后其实很正常，前期。然后这边狗头是吧？这种发育已经8分钟500层，我天，这比中路的时候跌的还多。
那这局的话应该也不会拖太后。这里维恩拿到人头，发育的话应该也是可以提上来的。啊，又送出去了。哦，对面传送过来手。哦，这盖伦很猛。这里给个枯萎，上来一个 Q 收一个，再一个 Q， 一个 E 接一个 Q， 对面完全没法打。还有石像鬼板甲的，哎，这里有大招了，那这样的话还反手能收掉这个武器。推塔。哦，这里直接闪现进场 ，Q 掉一个，这血条消失术呀，太恐怖了。直接一个 EQ 啊，那血量瞬间见底，太恐怖了。大招准备好啦，看看有没有幸运儿。现在一个 Q， 一个小兵，直接可以吃掉这个塔了，受不了的。对面的话应该是会来抓狗头，对面在打大龙，但好像武器一个人扛不住啊。狗头的推啊！我天，1500，可以1打3了。有大招的话就一点问题没有，但没大招还是有点虚的。这里躲掉技能，大招出来，但被控住了，应该跑不过了吧？再接一个 Q 收掉人头，有木刃，但这里的话伤还有。一个人打3个，然后最后盖伦过来收掉最后个辅助。其实盖伦不过来，这个人头也可以吃掉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这局已经没有太多的悬念了，因为有这样的狗头出现，啊，这种后期太让人安心了，发育的太好了，主要是。哦，九筒准备大招吗？
这里 EQ 直接秒一个，可惜被控住了，不然连阿狸也可以秒掉。这边直接进去打了吗？好像不太理智，这样子进去的话，把塔推了。那这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